夏洛特公主不仅还活着，而且现在坐在英雄的军营里。她和侍女们一起做了香甜可口的蛋糕。侍女们知道公主喜欢格里菲斯，她现在这样比温达姆成为攻陷之前都开心。夏洛特善解人意，担心耽误格里菲斯正事，所以一直扭扭捏捏。侍女们劝了半天，才带着蛋糕上山。可刚看到美得像花样的格里菲斯，就见到了情敌索尼娅。索尼娅与韩系的夏洛特完全不同，她大大咧咧地扑到格里菲斯怀里。这一幕让夏洛特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夏洛特以送蛋糕的名义挤进他们的对话，可格里菲斯刚跟他打完招呼，索尼娅就非常没礼貌地扒了他的篮子拿蛋糕，还借花献佛对格里菲斯献殷勤，还顺口让苗露也一起吃，完全没把这个公主身份放在眼里。格里菲斯品尝一番后，对夏洛特说了一番好话，夏洛特脸红不已，爱意又添了几分。苗露拉过索尼娅的注意一下分寸，格里菲斯和夏洛特是所有人眼中天造地设的一对，索尼娅作为一个外人强行挤进去不合适。再说了，公主常年在敌人手里饱受痛苦和孤独，能和心爱的人见一面实属不易，没必要打扰他们。索尼娅只觉得苗露很无聊，把手里的蛋糕塞给他便告辞了。孤单的索尼娅在树林里遇到了弹着小曲的猎人魔弓射手阿巴因。阿巴因虽然形单影只，但他享受孤独，这个索尼娅完全不同。索尼娅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，她觉得孤独不安，在她心里自己和夏洛特没什么区别，一样值得别人可怜。索尼娅在阿巴因的琴声里缓缓睡去。那晚她梦见猿和猫头鹰在越野的森林里玩耍。说回格斯这边，法尔纳塞拜舍尔基为师也不是说说而已，他开始在舍尔基的教导下学习入门。成为魔女的第一步是在心里将具体的事物想象出来，先看看苹果，然后闭上眼睛，把它在脑海中想象出来。法尔纳塞想了很多次依然不行，他有些气馁。舍尔基叮嘱他，魔术并不是念咒语和画图案就行，要让咒语和图案相呼应，将它们连锁起来才能发生效力。因为魔术的本质就是思想的世界，是在幽界进行的活动，兽鬼和巨鬼还有那些震慑他们的光都是这样来的。在幽界的不同领域里，意识和力量、记忆和预兆融为一体。若要诚实，为了不迷失自己，最重要的是必须将自己的心从幽体转到肉体，然后把它安稳地固定起来，转移到没有动摇安定的肉体上。这就是魔术师常说的光的身体，光体。想象出苹果就是得到光体的第一步。舍尔基鼓励法尔纳塞，只要专注修炼，一定会得到成绩。法尔纳塞沉思之际，卡斯亚一把夺过这的苹果大口吃了起来。本来就没法入门，这下更没法入门了。这时塞尔比高和伊苏多洛回来了。他们到城里走了一天，没有找到可用的船，那些船不是被征用了，就是不肯借给他们。躺在床上休养的格斯意识到，来之前他们都想得太乐观了。伊索洛觉得买不到的话，那不如去抢一艘算了。法尔纳塞觉得自己或许可以想到办法，塞尔比高最了解他了，他能想到的办法无非就是回找父亲帮忙。此时他们的父亲正在数落继承人之一的马尼菲高。马尼菲高自认做出了一些成绩，想得到父亲的认可，比肩两位哥哥，但父亲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没从马尼菲高身上看出半点才能。他认为马尼菲高只是个做个听从指挥的人偶。这时法尔纳塞克塞尔比高来了。老父亲知道圣铁索骑士团的事，他训斥道，遭到库夏侵袭被击溃不是你的错，可是就算是个花瓶，你好歹也是骑士团的团长，你这样若无其事的回来实在太丢人了，你似乎无论身处何处都会玷污我们家族的名声。老父亲让法尔纳塞老实待在屋里，在有他指示前哪儿也不准去。法尔纳塞一向比较怕他老子，所以习惯性的唯唯诺诺答应了。塞尔比高轻声喊了他一句，他才想起来这次是来办正事的。他叫住老父亲，只说朋友需要船，但结果是他真的老老实实待着。在诺德的浴室里泡澡的时候，法尔纳塞一直想卡斯加的事，他担心卡斯加没有好好洗头发。法尔纳塞出去办事的时候，舍尔基就在帮卡斯加洗澡了。为了避免有前科的伊索洛偷看，这才特意把他绑了起来。但是伊索洛非常倔强，即使被绑在椅子上，也努力地朝浴室里挪动。刚到浴帘背后，就撞到两团软乎乎的肉。卡斯加拉开门帘，开心地玩闹着。舍尔基抓着浴巾，怎么都追不上卡斯加。伊巴雷拉劝舍尔基用魔法控制他，但舍尔基坚信自己能搞定卡斯加，而天真无邪的卡斯加竟拽入他的浴巾，把他转成了陀螺。晕乎乎的舍尔基不知不觉转到了格斯床前，一看到格斯，舍尔基立马清醒，他施法清除了格斯的记忆，哭着走开了。格斯沉叹一声，这些家伙实在是太吵了。这边一群侍女会来伺候许结束的法尔纳塞更衣。法尔纳塞听说心爱的短剑被收走了，连衣服都没穿好就急着去找。刚拿到短剑，就遇到了马尼菲高。马尼菲高等法尔纳塞换好衣服后，与他一同在花园里散步。马尼菲高变着法儿挑拨法尔纳塞和父亲的关系，暗示他不和当家这法眼的劣质品会被他毫不犹豫的舍弃。听说法尔纳塞想借船去旅行，马尼菲高解释，现在的船几乎都与战争有关，即使向父亲请求旅行的船也不容易。不过说到底只是一艘船，只要他能帮一个忙，他可以伸出援手。格斯前段时间一直在战斗操劳，好不容易能松懈了，之前积累的伤痛疲惫全都出来了。舍尔基贴心地为他准备了汤药膳。一行人打闹的时候，塞尔比高一脸落寞地回来，他告诉大家船已经安排好了，但是法尔纳塞不会再回到这里来了。
萨尔比高把一张卷好的纸交给他们，叮嘱他们不要拆开封条。这个都市的贸易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，就会给他们准备好船和船员，同时还给他报销他成立的所有费用。萨尔比高说，隔段时间会来正式道谢。说完便下楼了。戈斯当即闪现到楼梯口。他们回去这一趟，不管因为什么原因，肯定都会受罚。萨尔比高表示自己没有义务向他说明。戈斯只说自己本来想和他较量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萨尔比高只是沉默地扫了他一眼，便坚决地离开了。舍尔吉一直在感受法尔纳塞的心灵感应，但是他好像主动切断了新传心，所以舍尔吉根本找不到他。伊索洛很蒙圈，明明是生死与共的同伴，但有什么原因都不说，就送上一张纸就永别了，真的有贵族的风范。舍尔吉感觉在刚才接触到塞尔比高的瞬间，好像看到了法尔纳塞悲伤的面容，还能感受到塞尔比高的迷茫。再说了，法尔纳塞不是答应做卡斯加的保姆吗？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？没有他照顾，稍微不注意，卡斯加就在调皮捣蛋。戈斯也觉得古怪，虽然这是别人的事情，外人不好插手，但发展成这样，多少人有些不爽。戈斯拜托小姐们去打探一下情况。伊巴雷拉和巴克迫不及待跟上萨尔比高的马车去了他的家。豪华的宅邸，丰盛的餐点，迷得他们走不动路，很快就变成了失去目标的肥猪。就在他们快要迷失的时候，伊巴雷拉看到了伤心失意的法尔纳塞。现在的他穿金戴银，华丽的像个公主，和之前卡斯加当保姆时的样子完全不同。在这个华丽的温室里，铺满了娇艳的玫瑰，置身其中的法尔纳塞像花仙子一样美艳。马尼菲高推门而入，跟法尔纳塞打招呼。法尔纳塞接受了他的要求，他按照约定给了他一艘船。马尼菲高笑呵呵地把朋友诺迪克介绍给法尔纳塞，还说这就是他的未婚夫。诺迪克礼貌地亲吻了法尔纳塞的手。这一切来得太快，法尔纳塞本人也很迷茫，伊巴雷拉也惊呆了，初次见面居然就是未婚夫了吗？诺迪克是马尼菲高学生时代的好友，同时也是伊苏王族的第3位继承人，现在是伊苏海军的舰长。他经常听说法尔纳塞的传闻，很欣赏他的机要不驯。为了讨他的欢心，初次见面就送了他一整个温顺的玫瑰。诺迪克接着说了好几的台词，想跟法尔纳塞套近乎，但法尔纳塞对他并不感冒。伊巴雷拉急了，这个男人实在太恶心了，油嘴滑舌，让人作呕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伊巴雷拉回去就说了法尔纳塞婚约的事。伊索洛无语，就为了结婚，所以不跟我们一起旅行了吗？这也太让人寒心了。舍尔就觉得法尔纳塞不是那样的人，毕竟他连银刀都很珍惜。再说了，卡斯加最喜欢黏着他，也只有他把卡斯加照顾得如此周到。他这一走影响太大了。伊索洛觉得这或许就是贵族大小姐的一时兴起，认真就输了。这时候一直没吭声的格斯说话了，他觉得这个婚约更像是作为借船的抵押，对贵族来说，政治婚姻是家常便饭。就算法尔纳塞忘记了，但那还是货真价实的千金小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知道他跟小队有关系了，还能放着不管吗？其实格斯原本想说的是，既然是那家伙自己决定的事，那就随他去吧。但话到嘴边就变了。没人看惯的卡斯加一直在旁边玩纸筒，然后啪叽一声，纸筒掉在地上，弹到了火堆旁。格斯悠悠坐起，对大家说：“决定了，卡斯加的保姆和可口的饭菜作为代价来换一艘船，怎么算都划不来，还是把那家伙找回来吧。”